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视频节目，我是公子沈。中国的房地产突然又火爆起来了，中国释出了很多的新的刺激房市的政策，很多人高呼房地产的春天又回来了。在某些城市的售楼处门庭若市，很多人又重新开始抢购房子了。但是我不得不在这个节目里边要提醒大家，小心，这是一个巨大的骗局。我们先说，有一位在中国很知名的经济学家叫马光远，他的微博账号突然又被屏蔽了，他被禁言了。他为什么禁言呢？他在禁言之前发了一个，就是批评中国现在房地产政策，要求中国要尽快的救市。我们看他怎么说的。他说，房地产政策不能再拖延了，房地产能不能稳住，在某种程度上直接甚至决定中国经济的生死。在房地产预期如此低迷的情况下，居然还留着很多降温打压政策，居然还慢腾腾的看着困难房企不出手，看着烂尾的项目不着急。现在即使出台大量的刺激政策，难度都已经很大了。我真是想不明白为什么可以如此淡定。他发了这段言论之后，他的号就被禁言了，因为他妄议中央，因为他唱衰中国经济。现在中国官方已经下达了新的指示，就是禁止唱衰。马光远这是往枪口上撞。网上就有截图，微博的财经、微博股票通知，在财经和股票这些领域的网红，近期发博，请务必注意言论尺度，切勿发布任何唱衰经济的言论。微博法律的账号也在一个组群发布了通知，说近期对于唱衰经济的处置将会很重，请大家发博时勿触及红线。另外，中国统计局也召开了会议，这个会议当中专门提到说要做好统计数据发布解读，正确引导社会预期。后面提到了什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要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总之就是你做统计，你得讲政治正确，而不是讲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放第二位的，讲政治正确，讲大局意识、政治意识是放第一位的。你必须符合这个政府定调。万一这个数据跟政府要想达到的一个效果不一样，那你就修改数据好了。就是你不能够实事求是。这是中国统计局作为一个最权威的统计部门，都是要讲政治的。那么这个数据能让人相信吗？有一句俗话是，数字是不会骗人的。但是不好意思，在中国数字就是可以骗人的，数字都能骗人，那何况是其他的一些个人言论呢？那些网络大 V 们，那些网红们，他们就被限制发表自己的看法。你如果触犯了禁忌，就要被禁言，甚至封号。那马光远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呢？就是你的表达当中带有一种批评的成分。但是如果你顺着来就没事，其实他的观点跟政府正在做的事情是一致的，但你说话不够客气嘛。有一个人说话就比较客气，这是中银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叫徐高，他也提到说要赶紧重新明确房地产行业作为中国经济支柱行业的地位，说这个地位不是任何人封的，而是来自于人民群众对更好的居住条件、居住环境的期待。说还要给地产开发商充分的信心和稳定的预期。其实政府也看到了，如果中国的房地产继续这么低迷下去，继续的房价不停的在下降，过去已经降了20%到40%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中国经济一定是会承受更大的压力。毕竟房地产现在中国的经济地位是超然的，所以说在北京、上海等地真的就开始放宽购房的政策，那么也推动了中国房地产的股市走高。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条消息，就是中国的央行向商业银行提供了8000亿人民币的净贷款，目的是为了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虽然你谈不上这是大水漫灌，但至少这也是走老路，通过印钞来继续的给中国经济打激素。那么你看看这两套手法，一个是放水，另外一个是救市救房地产市场。那之前你讲了那么半天说要稳定金融风险，而且说房住不炒这不是啪啪打脸了吗？但是你不打脸又不行，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的话，真的有可能爆发更严重的大面积的失业潮、倒闭潮，那就会导致社会动荡。可是你要救呢，又违反了你之前的那个预期。你为什么要打压房地产行业？为什么要限制资金的流动？你不就是因为发现继续这么下去的话，
会导致债务危机吗？但是债务危机至少是长期的债务危机，所以为什么这些专家们不太担心那是以后的事了。但是现在目前需要你紧急救市，我现在都活不下去了，你跟我说以后有什么用？所以说现在就是也算是一种博弈，做一种平衡，但同时呢，其实也是怎么着都会死，只不过是早死晚死的问题。一个是紧急的救急，但是这种救急又导致积重难返，加重了未来的风险。你这不是去杠杆，不是去库存，不是预防金融风险了，你这变成了增加库存、增加风险、增加债务、增加货币流通量，也就导致了通货膨胀、汇率降低，也不利于维持汇率的稳定。所以说这都是一个悖论，没有什么是完美的策略，你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所以这为什么我讲到，不管现在的困境有多大，未来只会更大，就是因为它的经济结构没有办法真正进行调整。你经济结构就是这样的一个陷入到一个怎么走都是死的一条死胡同，所以现在只能辗转腾挪，只不过是换个姿势死而已。他现在能做的事情呢，就是把你们嘴都闭上。就算我这个做法会导致有些人的利益受损，但是你不能说出来你就只能承担。所以你看到这个，除了刚才说的统计局，还有这个互联网上这些言论以外，中国国家安全部还发了文章，专门强调说现在经济领域已经成为重要的战场，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他举例子说，各类意图唱衰中国经济的陈词滥调不断出现，其本质是妄图以种种虚假叙事构建中国衰败的话语陷阱、认知陷阱，以持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道路进行攻击、否定，妄图对中国开展战略上的围堵打压。所以他把实事求是、研究问题、指出错误这些都归类为这是境外敌对势力的阴谋。所以说你就不能讲了。当他不停挥舞这个大旗或者这个汉奸走狗卖国贼的帽子的时候，那谁还敢说话呢？只要你跟中央的说法不一致，或者中央认为你说的不符合他们的心意，哪怕你的意见是跟他们现在做法是一致的，就像马光远一样，但是他就不爽，他都可以以此为理由去禁你的言，封你的号，抓你的人。当给你扣上这种帽子的时候境外敌对势力的帽子，那中国人没有办法站在你这边，没法支持你，对吧？就哪怕内心深处觉得你说的对，他都会没有办法支持你，因为谁敢谁敢支持你？就汉奸这个帽子是最大的一个帽子，对吧？因为它涉及到了民族主义的仇恨，这是大家从小的这种教育。所以说一旦这个人是汉奸，那就是十恶不赦了那就没有一句好话了。所以说当国安部把这个调门调得这么高，谁唱衰中国经济，谁就是境外敌对势力，那就完了，那就等着你自己作死呗。曾经有专门的这个社会学的心理学教授就专门做过研究，就是一群人，如果他们比如说做某项投资，如果大家里边有很多人有不同的争议，就是如果这些人都是陌生人，他们组织一起去做投资，投资的成功率或者收益率远远高于一群朋友他们联合在一起去做的投资。为什么？因为朋友们要不然他们意见是一致的，要不然他们不好意思提出反对的意见。但是如果一群陌生人，他们中间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有人据理力争，然后大家就可以把这个事情掰开了揉碎了去思辨，去讨论，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进行争论，最后反而让大家对这件事情，对这个投资项目了解的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对吧？就不会犯更多的错误。所以说一个团队当中一定得有反对的声音，一定得有独立思考的空间和自由，否则的话大家都保持一致，那就蒙蔽了双眼。中国的情况呢更加严重这不是大家都蒙蔽了双眼，是大家都得听那一个人的，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拍板做决定了，底下人只能去迎合，只能想办法去为他的这种决定去找很多理由，就完全都是在跟着屁股后边走。那么这个决定一旦是错的，那么大家全都跟着一起错。中共说这叫做集中力量办大事儿，但是最后结果往往是集中力量办坏事儿。那这种坏事儿，因为它是集中力量办的，所以说它造成的破坏性反而更大。那么回过头来再看中国最近的刺激经济的政策，那么一方面是对房地产的松绑，另外是更宽松的货币政策。那么这两项继续下去的话，你觉得能持续多长时间？我可以保证，这两项持续下去的话，他们又会发现债务飙升，吹大了泡沫，然后过几个月上边又说了，我们这样下去不行，还是要强调房住不炒，还是要尽可能的避免金融风险，再继续收紧，房价继续下跌。然后那些在高点，在这个房价涨上来之后买房的那些人，
他们又该叫苦连天了。所以说看到这个好消息就一窝蜂的冲过去，去买房，去贷款，去做这些高风险的操作。我觉得这些人一定都会被当作韭菜割掉。如果各位有亲戚朋友在中国的，千万不要上当受骗，你怎么玩也玩不过政府，玩不过手上拥有这个政策制定权力的人。他一个政策一句话就可以导致很多人倾家荡产。而且买房不是像买菜一样，你买辆特斯拉，你说它降价了，你大不了亏几万块钱，但是你买一个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房子，那很多情况下都是全家的好多年的积蓄，这不是闹着玩的。中国政府的政策大家难道还不知道吗？阴晴不定啊！如果过去不知道，还有情可原。你可能没有读过共产党的历史，不知道毛泽东是怎么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但是你至少在过去这几年，在疫情期间，你应该也感受到了政府的言而无信、不负责任、说变就变。所以怎么才能够避免去当这个韭菜或者炮灰？我觉得最基本的一个素质就是不能轻信政府的言论，更不能轻信中国的政策具有可持续性。只有这样的话，你才能避免上当受骗，要不然你就会被他牵着鼻子走。我们都知道中美新冷战已经开打了，那么在一个这样的风云诡谲的大环境下，那么共产党政府一定是攘外必先安内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儿。所以怎么安内呢？那当然就会钳制言论，限制资金的外流，然后闭关锁国，搞内循环，搞大市场。而做这些事情的基础条件是你不可能继续吹大泡沫，导致陷入一个巨大的金融和债务风险当中，所以它必然回过头来去强调稳定。而这个国际大趋势或者说国际的环境不是一朝一夕会改变的，对吧？一直是在持续恶化当中的。我们一直都看到了啊，比如说最近在南海就有中国跟菲律宾的冲突愈演愈烈的趋势。那么菲律宾最近也跟日本、美国都进行了非常密切的沟通，准备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一方面是中国的海警船在过去这几天不断的去袭击菲律宾的补给船，因为他们认为仁爱礁、黄岩岛都是属于中国的。而菲律宾参谋总长首次登陆仁爱礁，宣示主权。现在欧盟也对南海局势表示担忧，美国和英国也谴责了中共在南海的做法。但是中共面对菲律宾还没有丝毫的退缩。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他还把山东号通过台湾海峡开到了南海。那么这些动作都意味着中共他是不会放弃继续称霸印太的野心。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际环境怎么能好得了啊？国际环境如果好不了的话，它内部的事务它怎么可能不把维稳放在第一位？那他如果能够把维稳放在第一位的话，他怎么可能继续的开放市场经济，允许外资和买办势力，就是改革开放势力勾结，对中国社会全面渗透？怎么可能？对，他一定是开倒车，他为了保证政治上的安全，他一定是开倒车的。这全部都是有逻辑链条能够连在一起的。而且菲律宾驻美大使最近有一段言论也震惊全网，他接受日本新闻网的访问说，南海是真正的下一次世界大战的引爆点，而不是在台湾。他说现在在南海地区发生的任何事情就像是另一场战争，世界大战的开始。而且菲律宾总统小马斯科甚至还表示愿意跟习近平会见，就是在美国的 APEC 会议上，结果习近平根本没打算理他。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讲，我是印太地区唯一的超级大国啊，我凭什么跟你菲律宾平起平坐？我不需要拉拢你菲律宾，菲律宾已经站在美国这边了，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我也拉拢不过来了。所以你就是一个美国小弟，你美国小弟有什么资格跟我这个另一个帮派的老大去谈论事情呢？对吧？我们不是平起平坐的地位，要谈也让你们的老大，你背后的这个老大美国跟我谈，这是今天这种天朝上国的思想。所以海牙国际仲裁法庭的判决，他们可以当做一张废纸。中国只会相信实力说了算，所谓的真理在大炮的范围之内。当然这种现实主义的思考面对国际事务是有它一定道理的，它的结果一定不会好看，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或者价值观是没有吸引力的，而且它的实力也没有办法跟整个欧美抗衡，所以他们对自己产生了严重的误判，那么必然导致崩溃的下场。只不过做出这样的行为是符合当下的他对自身利益的评估，符合他的生存逻辑。所以菲律宾现在在拉拢美国，在结合日本，甚至还有印度、澳大利亚这些国家都会联合起来对中国形成一个包围圈。所以说中国继续这样的战狼，最后一定会发现自己四面受敌。当然他们大可以去自我安慰
我们最近又拉拢了越南怎么样的。但是真正的冲突爆发之后，他们会发现连背后的老大哥俄罗斯可能都不会全力的支持他们，到时候背后捅一刀就已经算不错了。今天还看到这么多的中国人都支持政府的做法，甚至在微博上大骂菲律宾，根本看不起菲律宾的军事实力，你根本不够我们看的，甚至叫嚣把菲律宾胖揍一顿，给他们点教训看看，展示一下我们现在中国民族崛起的强大实力。但是实际上他们不知道，他得罪的不是菲律宾一个国家，而是整个东南亚，甚至是全世界。那么那个时候中国就要付出10倍100倍的力量去对付所有国家这些所谓亡我之心不死的外国列强。那当这个政权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去对付他们的时候，那么代价当然就是这些叫嚣战争的中国粉红了。今天就算你们买了多少套房，在中国也是无济于事的。如果是街头要饭的，你说破罐子破摔无所谓反正我是贱命一条，支持中国打菲律宾，中国侵占南海，吞并台湾你这么叫嚣我都觉得可以理解，反正你对现在这个世界已经绝望了你就期待着世界大战。但是如果你在中国还有这几套房，还有一个固定工作，还有一个家庭要养，还有收入，你却力挺中国政府，那我觉得那就真的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了。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加入会员。我们下期节目再见。